OK， 我们现在开始啊，我们现在差不多有100个人了 ，OK。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又请到了 Marnie 姐姐来跟我们一起做直播啊，来继续捶打一下夏荷。继续骂夏荷，主要是其实本来都不想理他了，但是呢，静和我这边就是粉丝投稿太多了，不是我俩的粉丝，是夏荷的粉丝。投稿特别多，我们就是本来就想这事情算了也就算了吧，然后今天聊点别的，聊聊高考，聊聊纳尔纳西，刚好是高考季嘛，这不是也报志愿的，大家也挺想知道北京11学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聊纳尔纳西？是因为我表妹和纳尔纳西是中学同学，北京11学校的。不是一个班的，隔壁班的，但是同一个年级的，所以就聊聊。结果今天夏荷又发视频了，给自己洗白呢。我们俩听完了以后，先是进去听，恶心了半天，早上听的，然后中午我听了，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了。对，然后，对啊，真的听着他的视频全是槽点，我就在那奋笔疾书的记槽点。今天还打了个草稿，要好好聊聊。他今天发那个影片呢，其实就是在避重就轻的回复我们上一次直播去爆出来的他在中共国如何被封杀的，然后他在做各种的 BL 那些运作啊、粉运之类的呀，然后如何收割粉丝啊。其实他今天的影片就是在为自己洗白，然后还把肖战拿出来给他自己脸上贴金啊，就是把肖战好像他自己和肖战拿自己肖战。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也太不要脸了吧，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对，看完了今天他说的，刚好他又吹捧了一下自己多牛逼。我们俩就想，要不然这么长时间收到了那么多粉丝的来信，他的粉丝的来信全是爆料他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怎么说呢？长话短说，把粉丝的爆料，不是爆料就是给我们写的信，我们都简单的就是给他提炼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可能给我们寄信的有的我们实在太多了，我们读不到的，就是很抱歉。那个我们读到了，觉得这个有用的，因为你们粉丝群里边说的好多专业用语，我们俩看不懂，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把我们俩能看得懂的先给提炼了出来，然后一会儿给大家读一读，也希望以后就是粉丝们就是有啥爆料的都可以写过来呀，对吧？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找个时间夏荷再发视频的时候，我们再锤他的时候就一起读出来。请大家注意啊，那今天的粉丝爆料呢，是来自于他以前的粉丝群的群主的爆料，是管理他这个粉丝群有粉丝群主的爆料，然后还有好多那个资深粉丝，后来都是因为他各种骚操作，然后离开他。然后虽然粉转路人了以后，看到我们出来锤夏荷，然后就开始给我们写信，因为特别多，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但是很多不同的粉丝爆料出来的内容都是近乎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把这种就是说有高度重合性的都集结了一下。哎，看我这个哦，大正确，对，彩度够好吧？哎，没，我彩超好。我告诉你，我这个，哎，北京那个哪儿虹桥市场23块钱买的，他们说我说这个叫锆石，特别亮。锆石，对，锆石特别亮，还特意带出来给大家看看。和钻石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对，你是在那个什么夏荷吗？没有啊，你上次不说你就是珠宝有好多是假的吗？我特意拿出来一个，这个20多块钱，跟我表妹去逛那个虹桥的时候，就是买了好多呢，这100块钱能买好几个。对。然后就是夏荷，对啊，夏荷对我们就是上次就是我们对他的质疑，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复，但是阴阳怪气的做了今天这个视频，给自己洗白了一下。然后就是哎，怎么讲呢？我刚一看到他那个视频啊，没有看他那个视频内容的时候，就刚看到他的 title， 我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他那个 title 上面就写了为何中共容不下 BL。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如果中共容不下 BL， 你夏荷是怎么在新浪上卖腐、吸眼球、搞流量、直播带货赚钱的？他要真不是他要真容不下 BL， 你是怎么火起来的呢？对吧？这是我看到他整个那个视频的题目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事情。然后内容没看，我就找你去看了嘛。然后你看不下去，我又接力。
你看不下去，我又接力，哎呀，你知道他那个爹味太重了，我看得我浑身不舒服，我看不下去。是啊，而且他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它里边儿就真的是有些东西啊，它就是带风向，然后他那个做法有点像王志安那种带风向，就是他说一点儿真的，然后后边儿的逻辑全是靠之前的那个说一点点的编出来的，然后其实内部的深层原因和他讲的跟他讲的原因完全是两码事儿，你知道吗？对我不知道是他文案组就这么浅薄，还是他故意的。但是他说肖战的那个27事件肯定是故意的，但是呢，他又能怎么讲，就是又能暴露了他实际就是就是说搞粉运被封的这个事实。我们俩上次一个说他珠宝是假的，第二个说他房地产是咋回事儿，第三我们质疑他在中国。就是说被禁言，被微博禁言，丢了饭碗，这个事情呢是他搞粉运，并不是像他视频里所说，他一个都没有回应，他完全没有正式回应。但是人家也说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我根本就没看，所以我没回应。但是你最近这2个视频来看，这不就是咱俩锤他锤的吗？对对对，对，就拼命的在洗白，咱俩锤啥他洗啥，好像不回应，然后又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人都是有第六感的，女人的直觉是很，你再怨女人的直觉都是很那个什么的，对吧？对对再说了，你说我们俩是妓女，他值80，我值80，160，这次你发了视频，我们俩还得从你身上把这160赚回来，不赚回来，今天我们俩也不下播，对吧？对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从夏荷那个视频啊，我觉得大家给他带波流量吧，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先听完我的讲解，大家记录起来，记录下来以后，看着我的讲解的这个提纲，你们再去看那个视频，我觉得你们就能听出点什么来了。首先，夏荷一上来就在这个声情并茂的解释了一下，因为我们上次说你不是 gay 圈红人吗？你看警察怎么那么害怕？然后他说了，他不是 gay 圈红人。他是 BL 界红人，这就转口了。我说夏荷，你让你文案写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先把那个网上的消息都扫干净？你当初团队在搜狗、百科上面写你是北京第一红 gay，现在还能查到呢。你要不然先让你的团队把搜狗上那东西给改了。那个好像你自己创立的时候，你那个密码进去，你就是能自己改的呀。对吧？这个百度百科也是能自己改的，你能不能先把它改了呀？现在就是一会儿，就是你剪接完了，咱把那个链接我给你们发上去，大家都去瞻仰一下，还在那个搜狗百科上挂着呢，大哥，你别忘了，不是你写文案之前能不能到内网，到国内的网站，你们先搜一下有没有遗留啊？我的天哪，随便一搜它就出来了。然后您承认您是 BL 圈红人，然后又说中共容不下 BL 文化，那您是怎么成为红人的？他要真容不下，这 BL 就不会存在呀，这是生化前后矛盾嘛。网络是有记忆的。对，而且就是海外没有墙，海外是很容易打开搜狗，然后直接在百度上输入你的名字，噼里啪啦就能出来一大堆，都说您是京城名 gay， 对吧？这是你们自己先改一改，然后再发这期影片，这个团队扣分啊，我跟你讲。然后之后呢，夏荷特别有意思，就在那上面就开始声情并茂的说海棠文学几个女作者被刷的事情。这个事情前几天就是老李那个节目也发过，确实是有。他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的确是中国公安，首先他是钓鱼执法，体现了中共非法治而实际是人治的一个事实。但是夏荷就说是。就是这件事就特别煽情，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儿 ？No， 跟夏荷说的一点都不一样。这件事情啊，正常人理解，它都是一个，就是你了解中共，你体制内的人一看就能明白，就是它就是一个是利用钓鱼执法的杀鸡敬猴。那几个被抓的姑娘也比较倒霉，就是其实并不是锁定他们目标，而他们只是那个敬猴用的小鸡仔儿。是谁倒霉轮上谁，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夏荷说是因为这几个姑娘什么又是河南的，又是小城镇，又是大学生，所以他们没背景就抓他们，为什么不抓北京上海的呢？我就跟你说啊，是首先这一次就是抓他们，其实和耽美有没有关系也未必有太大关系，只不过耽美它里边有黄，就像我也是在晋江上写文章，因为黄。
因为你不黄，没人来看嘛，对吧？你写清水文少，有名的清水文，但是肯定还是带点黄的，它会比较，容易有流量。但是为什么我晋江就没事儿，它海棠文学就有事情？主要是因为大家记住了，海棠文学是一个台湾的网站。理解什么意思了吗？这就是杀鸡儆猴。因为像我们这些，就是虽然我是晋江的作者，我知道我的文章也会被搬运到国外的一些网站上。这种写耽美文章的境外网站有特别的多，但是为什么只抓你海棠文学？而且海棠文学在这个整个耽美圈子里边是一个非常不知名的网站。就大家都知道 AO3 对吧 ？Loft 知道吧？你听说过海棠文学吗？我跟你讲，要不是没出这件事情，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耽美作者，我也不知道海棠文学。抓他们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网站是台湾的网站，就是打击台湾嘛，一句话就是跟你们说不能，就是有台湾，就反正就是刺激一下，不能跟台湾有联系，也刺激一下台湾。也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和台湾相关的东西，它都要打击嘛。对，就不行。它其实内在的逻辑，并不是说跟耽美跟什么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台湾的网站，所以抓到这几个都是海棠上面的。你们竟然敢在台湾的网站上发表文章，那我就要找一个理由去抓你们。什么理由最好？那就是扫黄。当年这是一个口袋罪，其实。对，因为中国一向就是说黄赌毒嘛，对呀，它就是一个政治正确，在哪儿其实都能政治正确。但是像这种成人文学，在国外它就是说分级成人文学，中国是不分级的，所以它就明令禁止，这个就不行。这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就是说共产党怎么着，中国从古至今儒家文化里就是有这种。就是背地里特别淫荡，然后表面上显得只能做不能说。你暗地里，你多么淫荡都无所谓，但是你不可以说出来，你不可以展示出来。对，我觉得就夏荷的视频里就说一特别可笑的话，他说这些作者都是在境外发布的文章，境外并没有什么说这个是违法。No， 恰恰相反啊！他就是因为你在境外，且是在境外的台湾网站上发的。所以我就要杀鸡儆猴，让所有这种以后敢在台湾网站上，给我搞事情的这些人就都不学。但是你像之前27进了那个，就是我经常看的 AO3什么的，还能用啊，也没有抓过任何人。他们那个同人文很多都是耽美性质的同人文，写的比这个黄多了，没有人抓过啊。他只是被强了，你懂吗？就是被防火墙了。台湾广场说了，没关系啊，只要多付一个 VIP 的费用，你不就能用了吗？很有意思，而且他就是抓住一点，说这几个学生，都是什么18线小城的，然后没有背景，他们怎么不抓北京、上海的、深圳的呀 ？No， 这个是夏荷又在，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他不懂，是因为这几个孩子他们是那种什么18线的学生，而北京、上海的都是那种从18线的学生毕了业变成成年人，变成了社会女性，然后到了北京、上海打拼，他们就不用海棠文学了。他们用其他的国外网站了，甚至他们去像晋江之类的这种地方了。所以海棠文学并不是因为他们是18线抓，而是就是去阅读这个，包括在这个海棠文学上写书的人，全都聚居在这里，所以他抓的都是这边的人。你像我们。就是成年的不去这个网站呀，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去，我为什么还去这儿？但是那些小姑娘年纪小，她面向的群体不一样。那个年纪小的，她可能就是喜欢去这种就比较幼齿一点的，不是特别成熟的网站。然后就是那个文章聚集的这种网站里去看这种比较那个幼齿的文章。这是面对的群体以及作者群体的不一样，就是客户群不一样，作者群也不一样，他抓到了肯定就都是这帮人嘛，对吧？这跟哎呀，觉得北京、上海的那个啥，有背景，他们没有背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跟你说，我们这耽美作者里边，来自18线地区地方上面的没有背景的土姑娘可多了，他们也对啊，生活在不是，他们只是没去台湾的网站发文，他们只是在别的地方，国内的网站或者其他境外网站发文而已。
那为什么都没抓，只抓了这几个？就是我跟你讲，还是跟台湾二字有关，你知道？对，对，我同意，是吧？我同意。那他还说什么了吗？那个哎呀，他说了好多了，我跟你讲，后面我没有看，我们聊2个。来，我来给你们那个什么继续说啊，大家继续支持啊！台湾不是儒家，而是民主。不，台湾是儒家和民主都有。什么时候用民主把你们儒家那个糟粕洗了，只剩精华的时候，台湾就不会像今天一样那么乱了。对，跟你讲，台湾加油！但是还是有未来的啊，台湾。台湾什么时候把那个就是中华文化的毒奶都吐干净了？现在那帮老登不死，估计还是不行。有很多大中华主义的了，就是很多了，有乡愿的人。聊下河啊，继续说，我再继续总结。然后就怎么说呢？就他在里边就说。他自己也承认 AO3 是全球最大的同人网站，然后那里不乏耽美性质的文章。那为什么 AO3 的下场只是跟 YouTube、Facebook 一样得用墙，然后 AO3 的姐子们和作者们没有被抓，对吧？就是海棠，他就是杀鸡儆猴，就是给你做一个给你看。肖战那一方面的呢？肖战这方面我更要说了。我肖战那个拿。对，他说夏河还讲了这个27事件，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27事件？我不知道。这27事件，首先夏河讲的特逗，说肖战是无辜的，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他的粉丝如何，所以呢就导致了他，如果只是他的粉丝如何，那不能导致这个就是 AO3 和 LOFT 被强，也不可能导致肖战被雪藏。事情是怎么样的呢？我跟你讲，因为我不是肖战的粉丝，我也不是 AO3 的姐子，但是我有一闺蜜是 AO3 的姐子，打游戏看同人的。哎呀，一提到肖战，到今天为止，那大姐都40岁了，到今天为止提到肖战还火冒三丈，说就是个坏逼呀，必须得死啊！这真的就是严重支持汪海林老师。首先呢，就是肖战，就是他之前讲的那故事呢，有对的，但是后来肖战为什么被打死，就是为什么出事情，他是没有告诉大家。就是他肖战的粉丝，就是因为在那个什么 AO3 上写他同人文，然后他的粉丝去举报。他粉丝为什么举报？这个我坚信夏河一定知道，是因为肖战的工作室主动下场，然后引导粉丝去举报的。啊？对，肖战的工作室是怎么操作的呢？肖战的工作室下属都有粉丝团。然后粉丝团里都有粉头，大粉头，就是给你发信那个，就属于夏河的粉头。对，OK。这粉头是听从肖战的那个工作室的那个他们是搞粉运嘛，工作室要这个粉头去引他手底下这群粉丝，然后一起集体举报 AO3。一起去干这件事情。他们其实不光干这个事儿，他们还在国内在微博上举报王一博，举报所有就是说肖战的对家。然后肖战呢，他的粉丝群都是啥呀？汪海林老师的总结特对，就是一帮18岁未满的未成年心智未满的小姑娘。都是啥？汪海林老师特别有意思，说肖战的粉丝啊，都是那种说1000个人有1000种哈利波特的这种，还有说什么给肖战写了一个什么，就说我们的哥哥很无辜，说想说哥哥是无辜的，辜不会写成了哥哥是无稿的。这个学历也太低了吧！小学没毕业。这个真的是汪海林老师在一次特别大的一个演讲上面讲的，还有视频，我到时候给你们找视频链接发给你，太搞笑了。那个说的就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利波特，就他的粉丝都是这种。但是我跟你讲，夏河的粉丝也都是这种，就是心智未成熟。就当15、16岁小女孩，她懂个屁啊，什么都不懂。你自己有个15、16岁的孩子，你也会很头疼的，对不对？对。然后他的粉丝也都是这种啊。这肖战的粉丝当时就是肖战运用就是工作室下场，直接去引导这些粉丝去到处去撕逼，到处去引战出征别人。
就是为什么最后清朗运动是就是说就清朗运动就抓住山河令开始，但是其实人家山河令没干过这种事儿，其实骂的是肖战，就是说就肖战他带起头来干的，就是关键问题是，如果你粉丝自发的也就算了，是你工作室引导粉丝去做了，而且工作室引导粉丝干这个事儿也被网信办给抓个正着，就是他是有人家抓到证据了嘛，所以肖战就被勒令雪藏了大半年嘛，还是1年。然后肖战什么就是在什么给大家添堵了啊，什么什么，自己装的很无辜，但是实际上这些坏都是他自己，就是引导人家去看。本来这些什么心智未成熟的小姑娘们，她们其实不懂得什么叫作恶，她们也没有社会经验少嘛，对吧？而且都年纪小，也就没见过什么，都小嘛，她也不会真的去害人什么的。难不成你教她呀？你就想他这么小，你就教他干这么多坏事儿，他长大了得什么样啊？对，所以就被禁了呀。夏荷就是说肖战很无辜，都是粉丝的错，然后说同情肖战。他其实啊，他同情肖战，他觉得他很无辜，其实是在帮他自己洗白。因为上一次在直播当中，我们就说他一点都不无辜，然后把肖战拿出来做了一个例子嘛，然后他现在就是变相的通过肖战来帮自己洗白。对啊，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其实也是从逻辑上承认了，他跟肖战当初干的事儿是一样的事儿，你也是引导粉丝，然后撕逼互加引战，对吧？然后到处举报别人，对不对？到处恶性举报别人，然后呢被网信办抓到，跟肖战一样啊，被网信办抓到，然后您就被禁言了，对吧？这就是事实例子。而且他特别奇怪，他用一个227用肖战来那什么，关键227这件事情在国内是合理合法可以去查到的，就是可以让说的。你现在而且他也没有经历了几年，当初受害的那群人啊，听到肖战还是咬牙切齿啊。为什么最近不说了？是因为这些人不仅他的粉丝也好，骂他的人也好，大家都长大了，大家成熟了，就不说这件事。但是你说心中那个恨消失了吗？没有啊。没有。就你再提起来，我们还能想到当初肖战他干了什么。今天你说，哎呀，肖战，我就如同肖战一样，所以你不是也招人恨吗？关键问题，肖战这东西，就算一个不知道，你现在去网上查查肖战当初为什么，也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你就读读汪海林老师的微博，从头开始读。虽然说年代久远，你就从那个年代开始读。那汪海林老师的微博上天天骂肖战，这事儿写的特别清楚，而且人家是著名编剧，那文笔写的可好了，又诙谐又幽默，然后叙事又清楚。不是那个夏荷，你在写文案的时候，你让你那个文案能不能长点脑子啊？就是这种事情可以证实的，咱就别带风向了，特别容易招骂。你特别是找肖，你哪怕说王一博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为什么封禁肖战，然后就是肖战什么都没做，他非常无辜，就是因为中共容不下 BL， 他中共容不下 BL， 陈情令里边除了肖战，为什么其他人都行啊？咱别说别的，就说王一博。肖战和王一博是不是演的一对儿？为什么肖战倒了？王一博如日中天，我和萌姐骂他都是因为当初不敢骂呀，正面形象太好了，粉丝太多了。王一博的粉丝就是，其实王一博也搞粉运，但是没有肖战那么下作，没有那么猖狂，人家就是没有太过分，你知道吗？而且后边也有经纪公司，你知道，就是经纪公司啊，后边金主啊，各方面势力均衡一下，就王一博就没倒。就是你说啊，肖战就是因为中共容不下粉运，那为什么能容得下王一博呢？对，他是很矛盾，对吧？就是你找的这个点，他就立不住啊！你要说王一博也被打了，陈情令现在在中国还是能够正常播放的。对，他有什么可容不下？对，还有你昨天你告诉我说，他有很多的影片其实是在中共国的 B 站上和其他的平台有转发的。对，然后继续说。那如果说他的影片大量的在中共国的平台上转发，那就从侧面证明了他根本就没有被封杀呀。他从来没被封杀过呀。他根本都没有受到任何的。他只是在微博上由于搞粉运被禁言。对呀。他从来没有被封杀过。对。首先，
在中国的所有的平台，包括微博平台，你现在搜夏荷，甚至搜夏荷东渡，都能搜出一大堆消息，甚至他在国内被搬运的视频，在 B 站上，在微博上，在抖音上，夏荷东渡之前就是年初做大 S 那篇视频，因为他就是说帮大 S 说话骂汪小菲，被疯狂的转发。在各大平台疯狂的转发，我给你们贴个，就是一会儿完了我给你贴个微博的那个，你们如果有 app 里有那个 APP，你们去那个 B 站、去抖音去搜一下，到对，处都是。你看对夏荷东渡到处都是，他 YouTube 上的那个视频在国内转发量还是挺大的，对呀，到处都有，有简洁的，有全文直发的。对夏荷从来没被封杀过。对，他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然后就对，找一个借口跑到日本去，而且他在日本也没有永居的，也没有身份的，他不知道是通过哪一种途径拿到一个暂时的签证吧。我不太清楚啊，一会儿再说。因为我记得他那个粉丝来信里边儿有说这个事情，因为他在他的粉群里边儿有时候吹牛逼，然后都是他的粉丝，都是你自己人，后来就是粉转路人了，没黑你，所以他应该没有发现。而且还有一个他的粉运的大头儿给我们发现，这他都写了，就是跟我们俩想的有点儿像哈。对而且他们这么多人发来的邮件，就是有很多是高度重合的。对但我们肯定不是一个邮件发过来的啊，不是对一个邮件地址发过来的，但是就是文笔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叙述的事情都大差不差，就是很相似。对，一会儿给大家念念邮件啊，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儿。哎，但是邮件只代表粉丝投稿人的那个什么，不代表我们俩，因为我们俩不知他的道。观点和立场啊。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夏荷这个视频，大家仔细去看看，他给肖战洗了那么多，我感觉他就是想说，他就跟肖战一样是无辜的，是无害的。但问题在于，肖战当初就不无辜啊，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无辜，包括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不无辜了。他就是搞粉运呐，就是害人呐，教别人去害人，引导大量粉丝。你工作室自己下场去害人呀？我不相信那个夏荷当年不知道这事儿，甚至我觉得夏荷是在效仿肖战，也干过这事儿，所以被网信办给禁了呢，就是给禁言的。就是当初这种情况，好多人被禁言，而且就是搞粉运，他还说什么？他说谁来着？是肖战是那个，就说 BL 界最容不下，那就证明他不懂了。我告诉你，BL 界还有个女作者叫桐香莫臭，还判了几年呢。他肯定也得说，那就是容不了 BL，不是，就是搞粉运，然后出事儿了，好像是集资啊还是什么犯法了，然后判了2年还是3年。就是写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天赐福官那个，桐香莫臭，然后被判了嘛，最近出来了又。就是对啊，就是夏荷就挺有意思的哈。就如果我俩不说，你是不是听都没听说过？我都没有听过。哎呀，我也不知道。桐香莫臭被他那个天赐福官还有什么是他写的？因为他就是我没怎么看，他好几个就是，他的小说给搬上荧幕了，但是他就集资搞那个粉运，也是下去互撕别的作者，然后，就被抓了，然后判了几年嘛。入狱了，这在夏荷的嘴里，那就是也是中共容不下。哎，我觉得什么话，他最后夏荷都会绕到中共这上，就要吃这种就是海外反共流量饭，因为这个来钱快。他和刘大胜是一个套路，他就要制造一个被中共迫害的一个假象，然后到海外来骗钱，来制造一个政治难民的一个身份。你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原因吗？就是我想了一下，他为什么那么强调中共容不下 BL？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在中共的照耀下，然后自己承认的自己 BL 圈红人，然后就是引导这些心智未成熟的小妹儿们给他赚得盆满钵满嘛，自己就是一个吃 BL 红利的人，他还说中共容不下 BL，所以他跑到海外来。他为什么要这么洗？是因为如果就是他不洗，他今天不去洗这个事儿，他反共的立场和反共的理由就不成立了。对吧？对，因为中共并没有迫害他呀。
对你做错事情就要受罚，给你禁言。我坚信禁言不是那个肯定不是永远封，因为禁言是3个月或者半年、1年都有这种。他那个号是自己删掉的，并不是微博给他炸掉的。就是这个炸掉的号，哎呀，我再给夏荷普及一下啊，被炸的号和自己删掉的号，他是能看出来的。因为我们当年也是崇拜某些流量明星嘛，有的时候就是会被炸号，然后撕逼的时候就会被炸号。你自己删掉的号和被炸的号，因为好多人就是说啊，谁谁谁说我被炸号了，然后装惨嘛，就大家一看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你现在上网去查，是夏荷自己把自己那个账号给删了的，并不是中共给他炸了，人家只是给他禁言，但是具体禁言多少天，只能他自己看到。OK，就是我们就是外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坚信不是永禁，因为像他这种，就我怀疑就是3个月，或者是180天，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他得要钱啊，他得用这个号赚钱呀。然后想想，哎呀，海外反共流量，那比那个赚的，因为那个当时不是就是黄明志出歌一首歌就一天就300多万点击，对啊，那挣了老多钱了。王志安又异军崛起，然后就赶紧跑到日本来。还有夏荷不是上次不是刚出了吗？就是大概在7、8天前，然后做个影片，第一个影片来洗白的时候说，他每个月在 YouTube 上面的收入是4000多美金啊，他并没有把那个他就是在 YouTube 上的收入的明细全部的晒出来，他只是这样说4000多美金。OK， 那我们就姑且相信他的收入是4000多美金啊，4000多美金其实也不少了啊。那如果说他说的是他拍影片请摄影师、化妆师和造型师，整个成本是非常之高的。他说他做每个影片都是要亏钱的，是倒贴着然后再做影片的。那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去倒贴做影片，吃力不讨好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做一个博主，你还要自己不停的贴几千美金、上万美金去做，你相信吗？我当然不相信了。他这么说就是为了你问你什么辛苦，他就说啊我反共啊什么什么，然后咱俩出来锤他，说他这个就是说其实你在中共平台上就并没被封嘛，对吧？然后他这个反共的理由就支持不住了，你懂吗？对，就是因为中共就没有迫害过你。对，就是你顶多说我出来以后我嘴中共2句，但是您夏荷还是能回中国的。您夏荷还是什么？其实你的那个就是仇恨，我觉得他的仇恨也没有那么深，在很多地方的那种发言，我觉得他也不恨中共，他跟中共他们是同路人呐。他最恨的就是想蹭入那种有钱人社会、上流社会，他没蹭进去而已。他就是削尖脑袋想做造家人或者混体制内，混到这个上流社会，但是他又混不进去，他所以说恨呐，他就是那个鲁迅下的阿 Q，他就是那个家奴。